这个青春靓丽的女网红在泰国街头与男子约会神秘失踪。几天后，她的尸块被发现，其中一条烧焦的大腿被丢弃在荒野。警方在现场拼凑半天，仍无法找到完整的尸体。这起跨国失踪案究竟是怎样的猎人反被猎的故事？在这个充满迷雾的案件中，背后的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离奇和残忍。2024年7月13日，泰国北柳府的一个偏远郊区，由于最近天气炎热，居民们频频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。居民小陈实在受不了，最终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经验老道的警员赶到现场后，立即察觉到气味的异常。这并非普通垃圾造成的味道，而更像是腐烂的肉类所散发出来的恶臭。循着这股气味，警方在池塘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：一条腐烂的人腿残肢出现在眼前。随着进一步的挖掘，大约挖到20公分深时，他们发现了一块蓝色防水布。掀开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具烧焦的尸体碎块，以及2块微胶状物品，其中一块粘附在左胸位置，似乎是乳房植入的硅胶。警方通过现场的线索判断出受害者是一名年轻女性，但尸骨支离破碎，也没有找到受害者的头部，根本无法辨别死者的身份。警方决定从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入手展开调查。距离案发地点不远的公路上，7月3日晚的监控视频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当晚，一辆可疑的白色轿车驶向案发地点，并在附近逗留了近1小时。监控显示，车上的男子打开后备箱，搬出某物后，将其拉到草丛中焚烧。警方由此推断，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本案的凶手。为进一步查明真相，警方持续跟踪这辆车，最终在一家酒店的监控中发现了该男子的踪迹。警察立即找到了该酒店的工作人员，通过询问得知，这名男子名叫马庆燕，是一名中国人。跟他一起入住酒店的还有一位名叫严瑞敏的中国女子。警方查阅相关记录后发现，早在7月1日，严瑞敏的母亲就向泰国当地警方报过案。她说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，绑匪要求支付100万人民币作为赎金，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寻找并确定这件事是否属实，受害者是否就是严瑞敏，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。据了解，严瑞敏今年38岁，皮肤白皙，身材姣好，看起来跟20几岁差不多。他通过社交媒体晒出的生活几乎都是豪华旅游、名贵服饰和高端消费，甚至还有澳门赌场高端玩家才能拥有的狮王金卡，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。2017年，严瑞敏在青岛创办了一家瑜伽馆，后来又在深圳开了一家飞盘俱乐部，生意蒸蒸日上。凭借这些，他时常与明星人物互动，塑造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形象。他曾说过，赚钱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到有钱人，把他们的钱变成你自己的。正是这种对财富的极度渴望，或许让他在这次泰国之行中掉进了致命的陷阱。高端的猎手都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，把自己伪装成猎物，等真正的猎物上套的时候，猎手和猎物的身份就会发生转变。2024年7月1日，严瑞敏抵达泰国，与马庆燕会面。据调查，严瑞敏与男子马庆燕相识并不久，但监控录像显示，两人看起来十分亲密。他们一起逛街购物，共进晚餐，甚至一起入住了酒店，似乎这趟旅程对他们而言是一次浪漫的邂逅。然而，从7月2日凌晨开始，严瑞敏的手机信号突然消失了，最后一次被定位的地点是在北柳府的一处公园。就这样，严瑞敏仿佛从人间蒸发，再也没有露面。马庆燕在严瑞敏失踪的当天退了房，甚至迅速离开了泰国，这一系列异常举动让他成为了头号嫌疑人。那么，马庆燕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时，北柳府发现的尸块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正是来自于严瑞敏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马庆燕不仅迅速逃离了泰国，还利用严瑞敏的支付账户在澳门疯狂消费。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严瑞敏的死就是马庆燕策划已久的一场谋杀。马庆燕这个名字也许在事件曝光前无人知晓，但随着案件的推进，她的真面目逐渐浮现。马庆燕来自中国安徽，今年32岁，自称是一名富二代，拥有多家公司，并时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奢华的生活。然而，
调查显示，这一切不过是他为了获取他人信任所编织的谎言。他的公司大多是空壳，用以骗取投资或借款，而他自己则沉迷赌博，背负着巨额债务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盯上了严瑞敏。严瑞敏的高调炫富让马庆彦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接近他，骗取他的信任，最终谋取他的财富。两人的相识不过数月，却已经足够让马庆彦策划出这场致命的旅行。他将严瑞敏约至泰国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他下手，将他残忍杀害并分尸抛弃。马庆彦的心里究竟有多扭曲，才能让他对一个无辜女子下此毒手？通过警方的调查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端自私、毫无悔意的犯罪者形象。马庆彦不仅在财务上陷入困境，他的精神状态也已经濒临崩溃。他利用严瑞敏的信任，将他引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，并在杀害他后毫无愧疚地继续挥霍他的财产。这样的行为让人不禁思考，是什么让一个人堕落到如此地步？是他长期以来对财富的极端渴望，还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塑造虚假形象所带来的压力？或许严瑞敏只是他长久以来积累的恶意的一个发泄出口，而马庆彦的冷酷和无情也让这起案件变得更加令人心寒。马庆彦在严瑞敏失踪后并没有立刻逃回大陆，而是精心策划了一条复杂的逃逸路线。他先去了香港，企图制造出一种他在澳门的假象，之后才悄悄转往澳门。他或许以为借助这层假象能够逃过警方的追捕。7月10日上午，马庆彦去澳门一家当铺当了一只假表，被职员发现后报了警。经身份资料对比证实，他正是从泰国潜逃的嫌犯，而他所当的假表来自严瑞敏。在逮捕过程中，马庆彦表现得十分镇定，似乎早已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。然而他的冷静并未能掩盖他的罪行。最终澳门警方于7月15日将他移交给大陆警方，相信法律的正义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这个案件不仅是一起残忍的谋杀案，更是对现代社会虚假身份与信任危机的深刻反思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很多人迷失在虚荣与炫耀中，却忽视了真实的风险和隐患。严瑞敏的悲剧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病的产物。每个人在追求财富和成功的过程中，都应保持清醒，不被表象迷惑。虚荣的背后，可能隐藏着深不可测的危险。愿严瑞敏的悲剧不再重演，也愿所有人都能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保护好自己，不被暗藏的恶意所吞噬。你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，麻烦大家帮忙点赞关注一下，传递正能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